Santa Fe 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首府，也是一个结合了西班牙、印第安、美国西部及现代艺术的神奇小镇。这里也有相当多挂着美国最老头衔的古迹，像我们第一个拜访的景点，便是目前美国境内现存最老的教堂。这边是Santa Fe的天主教堂，算是历史古迹了，很古老的一个教堂。去里面看看。这座教堂曾在1680年印第安原住民起义期间被部分摧毁，现在的建筑可以追溯到1710年。在这些古老教堂里，无论是塑像或是神龛，都比较接近精美的西班牙式风格，跟后期美国教堂风格截然不同。这座神龛上的雕像就是教堂的守护神，他是天主教里的头号战神，也就是英文说的大天使。这座教堂的历史比美国建国还要早上1个世纪，十分的具有参观价值。它同时也是Santa Fe里保存完好的土坯建筑最佳典范之一。为了感谢教堂400年来的守护，在各方捐助下，于2010年重新修复，并为它涂上了土坯石膏饰面涂层。像这个1856年铸造的钟，在1872年被暴风雨吹垮后，便被安置在大堂里，已经保存超过150年。这边都是Santa Fe的老房子，所以是有历史性的。教堂旁边的这一条历史街区是美国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而旁边的房子也是目前美国最古老的房子。这里有一个从1646年开始的一个博物馆，这边房子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都是这种土砖墙，很可爱。还有这种小矮木门，超可爱的。披萨店的招牌也超可爱的。餐厅的招牌都好可爱哦。这是Santa Fe的饭店，这样一个一个的。好可爱的土墙设计哦，这是一间饭店。那旁边就是一个也是很著名的教堂，里面没有用任何一根钉子做的一个楼梯，所以参观是需要门票的。中午12点了，刚好听到教堂的钟声。Loreto 教堂是每个来Santa Fe的游客一定会来参观的教堂。在1853年时，新墨西哥州已经是美国的一部分。当时Loreto修女团在Santa Fe设立了教会学校，并在1873年时集资兴建了教堂。这间小小的教堂现在虽然作为婚礼礼堂与博物馆之用，但最著名的还是那一座没有人知道起源的通往2楼唱诗班小阁楼的神秘螺旋楼梯。据说这个美丽的螺旋楼梯是因为当初来自巴黎的设计师在教堂完工前不幸病逝，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修女们只好诚心的祷告。到了第9天，就有一个神秘木匠很神奇的骑驴而来，然后在3个月内建成后又神秘消失。没有人知道这位木匠去哪里找了这些非本地的木材来当建材，
而且没有使用任何中心支撑结构或钉子来支撑，就完成这一座高22英尺，还有2个360度旋转的精致工匠艺术。这座美丽的螺旋楼梯本来是没有扶手的，是后来出于安全考量才添加了扶手。外面有一个小模型，超可爱的。这个楼梯就是没有使用任何一根铁钉，完全是木造的。教堂里面的商店街，橱窗都设计得很可爱。这边有一个那个楼梯的画，很可爱。房子都超可爱的，真的是超可爱的。跟美国的其他大城市相比起来，森塔费的 Adobe 式建筑，土红色的泥土墙配上浑圆的外形，实在是整个暴击我的心脏。除了频频直呼可爱，实在是想不出其他形容词了。这边也有66号公路的纪念，因为66号公路也有经过西墨西哥州，我们等一下会去它的中继点。真的是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小镇。哇，这个建筑很漂亮，就是要有草泥墙的外墙，还有木头柱，这就是最典型的Adobe式的建筑。州政府规定一定要所有的房子外面一定都要维持这种Adobe的风格，所以就算是钢筋水泥的房子，外面也一定要涂一层草泥墙。它的招牌是一个骷髅头，来到西墨西哥州就是跟那个亡灵节有关的一些饰品。看这一排就都是艺廊，因为圣塔菲有超过250间艺廊，是全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2大艺术品市场，就在圣塔菲。你看兔子，这是另外一只兔子，啊，这个也很可爱，很漂亮，这个好漂亮啊！你看到这些都是有在卖的，都是手工做的风车，超可爱的，这上面都有标价。这里就是 Plaza 广场，广场里面很多自由创作者在这边贩售他们自己的艺术品。这边有很多银行、很多餐厅，都在这个附近。有很多人在这里坐着休息、聊天，还有很多摊贩卖艺术品的摊贩。在这个广场里面，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商店，贩售着各式各样风格特殊的纪念品，还有造型精致的手工艺品等等，绝对能够让你在这里消磨掉大半的时间，舍不得离开。最后，我们来到圣弗朗西斯大教堂，这是由巴黎建筑师打造出来的100年建筑。与圣塔费普遍的土墙屋不同的是，这一座教堂是采罗马式建筑，所以可以看到圆拱形的窗框。教堂广场前的这一座雕像便是教堂的起造人，另一边则是第一个被天主教会封圣的美国印第安人。接着我们疯狂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来到德州，只为了去一个我想朝圣的地方。终于到66号公路的中继站了。你看这边到芝加哥是1139迈，到洛杉矶也是1139迈。66号公路的起点为芝加哥，到终点洛杉矶，总长共2278英里。其实66号公路还有一个中间点可以打卡，这个 Middle Point 的中间点在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附近。不过它的招牌小小的，不是很明显，所以很多人都会忽略掉这个点。这一家位于艾德里安小镇的终点咖啡厅，是每位66号公路迷都会来朝圣的店。只可惜我们到的时间太晚，咖啡厅已经打烊了，现场也没有其他的游客，
只能在店家前面拍拍照、过过干瘾了。只要66号公路就会有这些复古元素。这边有一台复古的老爷车。哇，这边旁边原本有一间汽车旅馆，不知道还有没有营业？应该有吧。然后这边也有一台复古的老爷车，有很大的66。我们到外星人的家啦，罗斯威尔。等一下去看可不可以还看得到外星人的东西。到了时间有点晚了，本来旁边有太空船跟外星人的都不见了。这边是外星人博物馆，像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关门了。里面好多外星人的纪念品哦。Roswell 位于新墨西哥州的西南部，这里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发生于1947年的罗斯威尔幽浮坠毁事件。传闻在这里发现了疑似外星人的矮小人形生物尸体，因而使得这一座小镇声名大噪，每年都有非常多的外星人迷不远千里来朝圣。这里也被不明飞行物体研究者推崇为研究圣地之一。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罗斯威尔整个大街上，从车牌到路灯、餐厅招牌或是外星人涂鸦墙，到处都布满了外星人主题的设计。11月初的旅途中，我们再次造访圣塔费这一个艺术小镇。这里的黄叶开得好茂盛哦，非常的漂亮。这是对面的，还有一点点的红叶。哇，圣塔菲的黄叶真的是黄得太夸张了，真的是人品大爆发，好漂亮啊！哇，这个花好特别哦，结了满满的果实，颜色好鲜艳。啊，看到了，我们就是要走到上面那个公园，有看到上面那个十字架吗？上面那个公园的十字架，走到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圣塔菲的城市。啊 ，Cross of Martyrs 的十字架就在这个山上了，我们快要到了，已经看到了。对，你看这边晚上如果升起火来，会很有感觉。你看这边就是可以升一排的火。而且这个路上都是这种比较平坦的斜坡，很少楼梯，慢慢走应该就还好。哇，十字架就在眼前了，到了。哇，好漂亮的十字架哦！看到十字架的全貌了，加上后面整个圣塔菲的市景，然后这边也是看夕阳很美的一个景点。晚上来这边会很多人。